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世情说频道。在前面的几个视频中，我们知道了李白妾薄命诗的相关故事中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处事方式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一看究竟。首先是李白，因为他一生惯看宦海沉浮，屡受权贵排挤，而一生不得志，所以他对陈阿娇的遭遇有着深深的同情，因此发出了以色示人者，能得几时好的感叹。其实姿色本身也是利益的一种。封建社会中的后宫嫔妃依靠美色以博取君王的宠幸，以求为自身和家族谋求名利和权力，而君王凭借着手中的权力来求得美貌女子，为自己繁衍后代。李白在这首诗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于利益的关系，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。李夫人没有答应汉武帝求见最后一面的请求，是基于她的美貌已经消失，担心丧失其在汉武帝心中完美的印象，想要在他死后仍然能够使家族得到汉武帝对其家族的照顾的考虑。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这句话是出于利益的角度，而不是基于情感的角度，可以说是既无奈又无情地拒绝了汉武帝的最后请求。虽然后来汉武帝对李夫人的兄弟进行了封赏，但他最后的转面不顾，仍然是汉武帝心中难以打开的一个心结。陈皇后陈阿娇，她虽然想要独得宠爱，因媚道之事被汉武帝迁居长门宫，但是她对丈夫汉武帝的爱却是刻骨铭心的，只不过是她因爱生妒，使用了错误的方式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她对汉武帝的感情才是最为真挚强烈，最为深厚，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。从长门赋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有人说长门赋没有历史依据，而推断其为后人托名伪作，但这也仅仅是后世的观点。从汉武帝让阿娇居住在极为富丽奢华的长门宫之中，以及最后二人重归于好的结局，可以知道汉武帝对他仍然心念旧情，对他仍然有着眷顾之心。再说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，她身为汉文帝的女儿，汉景帝的亲姐姐，她的地位和身份已经是富贵无比，但是她仍不满足于此，仍然想要为女儿阿娇谋求皇后之位。长公主为人之母，爱女之心固然无可厚非，但她使用诋毁、陷害骊姬，污蔑其使用妖术这种手段，使太子被废，这也是为阿娇后来施用媚道妖术而被废黜皇后之位埋下了伏笔。最后看骊姬，如果她不是自恃年轻貌美而肆无忌惮，屡次出口伤人，如果她能够含容温婉，用慈心和忍耐宽容与长公主以及汉景帝的众姬妾相处，她的儿子也不会轻易被废除。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够融洽？夫妻之间的情感怎样才能和美呢？有句老话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
君子以仁德长存于心中，所以行事有准则，有底线。小人私欲迎心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。虽然能够一时得势，但是如果以历史的长久眼光来看，终究还是逃不过天道的审判。淡如水，意为君子有着水一般的包容与克制，故此能使良好的关系长远保持。甘若醴，意味着小人会为了博取利益而无原则的迎合奉承，不顾是非的投其所好，一旦达到目的即弃之不顾，所以关系很快终结。水有宽容有克制的一面，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力量和能力的一面。李酪虽然味道甘美，但很快便归于消退和融化，作用转瞬即逝。以此来看，心怀坦荡，以利人为心的君子，与锱铢必较、专顾自己的小人相比，则高下立判。君子常常使他人得到好处，所以自己经常会吃亏，但是上天会赐福给他。小人每每占取别人的便宜，所以经常会得到利益，但是上天要减少他的福分。世亲言：君子利人，施小利而天赐其福；小人利己，得小利而天止其福。隋朝高士王通的《文中子·礼乐》中论及人伦关系时说道：以利相交，利尽则散；以势相交，势败则倾；以权相交，权失则弃；以情相交，情断则伤。唯以心相交，方能成其久远。也就是说，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是以利益为基础的，那么当提供利益的能力消失之后，就会不复存在。如果是基于依附势力的原因，那么当势力倒台之后，则消失殆尽。以崇拜权力为目的，那么当权力失去的时候，就会被抛弃。以得到情爱为出发点的，那么当情爱不在的时候，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。只有是两心相知，除了交心以外别无所求的，才能够成为长存久远的友情。而这一点才是能以避免落得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己之好的结局，以及最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题，使人们走出互害模式，进入互惠多赢局面的唯一办法。后世的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阴丽华，隋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伽罗，唐太宗李世民与皇后长孙氏，最终能够始终如一，患难与共，相亲相爱，白头到老，也许就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，领悟到了上面的道理，才得以收获如此美好的人生。关于长孙氏与李世民的故事，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过分享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描述栏中的视频链接观看。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。了解了这些内容，可以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之中去实行，由此收获更多的益处，使人生变得更加的美好。好了，以上的这些就是《甄嬛传》中引用的李白这首切薄命诗的
故事由来。听完了上面的这些故事，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吧。汉帝宠阿娇，住之黄金屋。河拓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。宠极爱还歇，杜深情却疏。长门一步地，不肯暂回居。雨落不上天，水复难再收。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。以色侍他人，能得几时好？好了，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。祝愿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幸福美满的婚姻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，欢迎点击订阅世琴说频道，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接下来的视频。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